大家好，我是钟子彤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2部去美国 AVN 的访谈影片了。如果还没有看过，就记得去看；已经看过，就让我在这边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影片中出场的佳丽们，作为挑选作品的参考。首先，第一位绝对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 Dante Wilder， 来自澳洲的他可以说是目前最优秀的个人内容创作者之一。超精致的脸蛋跟优秀的身材，让人一看就难以忘记啊！而且在现场看到本人才发现。不止比影片中更正，甚至还会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不断放电，真的超扯。虽然作品比较多是女跟单人，但是真的强力推荐，非常优质啊！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叫做 Hazel Moore， 身高足足有170公分，还有一张甜美的脸蛋。在 AVN 访问他的时候，也给我一种呆萌感，但那只是表面的伪装，就跟 Anthony Edwards 受访感觉都有点脱线，在场上却是十足的杀手。Hazel Moore 也是一样，刚出道就可以演出后门作品，尺度之高与那个反差都令人惊艳啊，非常的推荐。Label。Label。Label。一个打席看3次是怎样啊？我在看 Surfshark 的资讯啊，我才没有偷暗号，你们全队才都在偷暗号。我是被我们的爸爸 Surfshark VPN 优惠资讯给迷住了，才忍不住一直回头。我为了早日带领中华队夺得经典赛冠军，都会用我们的 Surfshark VPN 观看美国职棒或日本职棒来学习他们的技巧，因为他们可以同时支援超过上百个国家，又支援超过3200多个伺服器，又能隐藏我的网络足迹，甚至是练一头的委内瑞拉跟墨西哥等国家的职棒也都能看得到，简直是太方便。虽然我没有跟大谷翔平一样的薪水，但 Surfshark VPN 提供我们超赞的优惠资讯。现在加入 Surfshark VPN 只要$2.21，又能1个账号享有无限装置数量。订购时输入优惠码 FingerMaster56，还能立即享有限定优惠以及4个月免费使用期。对还没达到大谷翔平等级的我来说 ，Surfshark VPN 实在太亲民啦，你还不加入吗？下一位要介绍的则是美国东岸尤物 Sky Blue， 外表带有成熟气息，喜欢解戏的肯定会中，但是最不能错过的还是那副堪称黄金比例的 Nice Body， 真的是在 AVN 现场看到最强的肉体之一。比较令我惊奇的就是，本来以为他是高冷形象，想不到本人十分健谈又亲切，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更加圈粉。接下来则是要介绍一位业界传奇 Alexis Texas， 可以说是卡称界无人不晓的强者。早在2006年就入行的他，以那对硕大的下盘功夫博得满堂彩，留下无数经典作品。近几年已经不再拍摄新作，但在业界影响力依旧很大，甚至在2022年入选了 AVN 的名人堂。在下一位则是我们的 Lily Lu， 身为大片商 Brazers 专属演员的他，一头粉色发型十分抢眼，但他凶猛的身材比起头发也是毫不逊色，搭配上略显浮夸的演技，绝对是有在看欧美作品难以忘怀的一位强者。当我在 AVN 采访他的时候，原本觉得应该是一个很疯很狂野的女生，想不到访谈之间充满哲学气息，让我非常惊奇的一位演员。我们再看到的是 Violet Myers， 也是欧美目前人气数1数2的大咖。除了她劲爆的身材之外，圈粉无数的原因就是她十分贴近粉丝的社群经营，非常乐于跟粉丝分享她的爱好，例如各种动漫。这种距离感也是让她深受喜爱的原因之一。另外就是她的现场互动也是一绝。到 AVN 的时候，原本有跟她约访问，但后来发现真的没办法，因为他排队人龙太夸张长了，再加上他每一位粉丝都热情的聊好聊满，有这种人气并不令人意外啊。接下来这是 AVN 之旅里程碑之一，亲眼见到 Eva Alfie， 我只能说仙气满满，外形强大到我差点忘记怎么讲话。那些说什么劣化留言，我只能说真的在 bullshit。而且他本人充满一种气场，让人觉得果然是国际级的大物啊！一回去马上又复习了他的作品，赞。好，接着也算是一位沙场老将，那他 Sean Nice 这个名字令人印象十分深刻。出生在法国的他，2006年就加入业界，凭借着凹凸有致的肉体，甚至一年可以拍超过100部作品。他的身材随着年资越来越丰富，但他也成功的转型成熟女系演员，至今依然在 AVN 有着不俗人气。为了访问他，我也是排了一段时间的队啊。那接下来则是 Jenna Fox， 我个人严重怀疑这个艺名是为了吃好莱坞知名艺人 Jimmy Fox 的豆腐。身高
170公分的他，身材也是相当不错，算是值得一看的非裔演员。紧接着这位是 Leona Lovins， 比较稀有的眼镜属性演员，略为肉感的身材，相当可爱。那我个人觉得他可能是我当时访问到最具亲和力的演员之一啊，和善的态度跟热情十足的回答，真的让我难以忘怀。也难怪在刚出道就获得了 AVN 最佳新人的提名啊！在这位 Emma Hicks， 典型的当你想到金发洋人时会出现的形象，在 P 站上可以看到的作品也颇为精彩，在 AVN 跟他的互动更是令人非常印象深刻。他很有耐心的跟每组粉丝都大聊特聊，而且在受访时不讳言自己已经结婚的事实。相对于日本这边的保密主义，欧美这边有不少演员对自己婚姻跟交往状况都十分公开，可以说是文化上的差异啊。我们再看到这位 Bambi Barton， 必须得说啊，在 AVN 之前我对这位女牛仔没什么印象，但是在回到台湾之后，我还是找了一些她的作品，发现竟然也是相当不错。傲人的身高甚至让不少男演员比她还要矮一颗头，喜欢看全天然身材的影迷就不可错过了。接下来这位，相信大家一定对 AVN 的时候那个竹条桥段印象深刻，主角就是我们的 Cecilia Taylor， 他也是少数在 AVN 会明码标价互动的演员之一，因为当时选项有竹条跟请他吐口水到我的嘴巴，所以我就选了竹条。那他的作品老实说口味都偏重，喜欢这个调性的观众就不能错过。接下来这位是 Abella Danger， 我对他在 AVN 现场印象颇为深刻，因为他是很多场活动的主持人，喊到后面声音都快没了。之所以会选中当主持，当然除了口才够好之外，也要人气够高。他一直都是欧美人气指标演员之一，这是近距离看到，发现他确实有下苦功在维持身材，非常精致的腹肌跟臀腿曲线，连带让作品实用性大增啊。接下来这位则是 Kimmy Kim， 有一张欧美作品当中典型的亚裔面孔。我在这边必须特别感谢他，因为当时在 AVN 展场中有点紧张，比较没有头绪该从哪里开始采访，是他主动跟我搭话，让我整个人热好身，那个俏皮的样子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啊。好，下一位是 Risa May， 如果只看 AVN 访谈影片，当下可能无法感受到，但是他胸前那对大白兔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我只能说又白又粉又天然，非常强力推荐。再来要介绍的则是这位 Chloe Moore， 我在 AVN 的时候跟他互动起来印象蛮深刻的，直到互动完之后我才想起，我好像看过不少他的作品，那他也算是演技收放自如，甚至还演过穆斯林这种会让人替他捏一把冷汗的题材，在这边推荐给大家。再来要介绍的则是 Kazumi， 近期在美国人气非常旺的亚裔演员，同时也是这次 AVN 的共同主持人之一，可以看出他的声势之浩大。那他的作品风格也都十分狂野，真的是套一句我常讲的拳拳到肉啊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其实他也曾经参加过台湾的大池展，相信会有一些观众有印象。接着则是在 AVN Awards 上的最大赢家 Verna Burdott， 整个晚上颁奖典礼就几乎就是看他在舞台上奔上窜下。那除了紧致苗条的身材之外，有去 P 站看过他的作品就知道他的演技是真的好，尤其是那个眼神。也希望之后还有机会访问这位2024最佳女演员。再来介绍这位是男演员 J Mac， 虽然他与这届的最佳男演员奖失之交臂，但是在我心目中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啊！高大壮硕的身躯，抢眼的光头外形，演出时强而有力的动作表现，跟不科学的互动姿势，只要有看过他的演出，相信一定会跟我一样被圈粉。可惜当时在 AVN 可能他喝太醉，没有访问到，只留下了合照。紧接着要介绍的则是 Ryan Reed， 在这支 AVN 大奖成为 Brazzers 专属契约演员的明日之星。我个人觉得，虽然在亚洲审美可能不会第一眼就被他的脸蛋身材给吸引，但他的演出确实是越看越有味道的，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得到专属契约啊。OK， 在提到下一位之前，就不得不说，其实我一直都想要叫 Deontay Wilder 是澳洲第一人，但是在他面前矗立的一座高山难以跨越。我不是在讲 Ben Simmons， 而是 Angela White， 堪称这个业界的 GOAT， 出道至今得奖无数，演到有自己的制片公司，谈吐跟生意头脑都是顶尖，那个身材更是夸张。那在今年 AVN 的时候，因为他人气实在太过惊人，没有访问到他，希望未来有机会。那最后也不能忘记跟我一起远征美国两位，分别是梦梦以及黑妮，他们两位也可以说是目前台湾内容创作者中的顶尖存在，创作内容真的是质与量都相当丰富，那个每周更新的社群内容之多啊，真的会让我吓到啊，也是要强力推荐给大家的。好，以上就是这次 AVN 演员的精选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是中子通，我们下次见。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。谢喽。